姚妹子，明天啊，我们还在家里面开会，到时候还得请你帮忙呢。没问题，我来端端水，打打下手。那个，李老师明天也来吗？李先生好像已经走了呀。走？他去哪儿了？姚妹子，到我房间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这就是李先生回避你的真正原因。怪只怪，他心中有一个永远的山妹子，他是怕委屈了你。我懂，可他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他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他有他的苦衷。你看，他给我留了一封信。葛校长，我走了，现实太残酷了。自12年前，我一腔热血参加革命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如同做了一场梦。志士的血白流了，共和的梦破灭了，我的心彻底被击碎了。让我永远离开这个没有希望的世界吧。我决心去深山隐居，陪伴我可怜的山妹子度过我的余生。原谅我吧，特别要姚妹子原谅我。她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妹子，而我是个半途而废的革命者。但愿她能按照她的想法去生活。我希望她活得比我潇洒，比我有出息。姚妹子，李先生走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自古都是一片芳心千万绪，人间没个安排处。你的事儿我会记得的。润之不是叫我大家长吗？你们所有人的事儿我都管。我们从无字天书中开始读到了中国农村真实的现状。是啊，真没想到我们的民众生活得如此凄惨。我们的民众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自从张敬尧来到湖南之后，实行了残暴统治，肆意瓜分着湖南人民的财富，将民众推向苦难的深渊。张敬尧这几个月在霍丘马店、龙潭寺一带购买良田几万亩，又在桑营子一带大型土木修建极其华丽督军府。但这些财富都是用农民的血和命堆积起来的。我们学会绝对不能熟视无睹。对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在你们游历这段时间，又有一大批青年加入我们新民学会，现在有80多名会员。好啊，我们要尽快的将新民学会发展起来，团结更多的民众，和张敬尧斗，和一切残害百姓的土豪劣绅，还有反动军阀，坚决的做斗争。坚决斗争也一定要讲究策略，千万不要滥用暴力，更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流血。我的萧菩萨呀，你这难道不是在颠倒黑白吗？难道是我们崇尚暴力？难道是我们乐于流血牺牲？不是，全中国4万人已经活不下去了。所以就要用教育的方式来改变现状，这样就可以避免更多人流血牺牲嘛。哎，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已经争论很久了。现在关起门来，就算我们拍着脑袋、咬着牙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我们现在应该去问问我们自己的民众。民众，中国的民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，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？此生兄，我与和森这次游历，已经在民众那里得到了最正确的答案。是，子成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次的游历，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极其深刻。一位老妇人带着她的孙女跪在我们的面前，苦苦的哀求，让我们帮她告状申冤。为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她的一家人被土豪劣绅残害致死。还有全村的那些农妇，他们都在诉说着世世代代的血泪史。还有那乱坟岗，一个个的冤魂，
在哭泣，在呐喊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这些我知道，也很同情。但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就因为他们有权，他们占了土地，他们手里有枪杆子，所以他们才敢无法无天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不赞成暴力，暴力是要死人的。没有牺牲，岂能改造社会？如果按照子生兄的这种说法，社会革命的理想，他100年都不可能实现的。100年，即使1000年我也等。子生兄，对于你要等100年，或者要等1000年的坚决决心，我很欣赏。但是我等不了，在中国受苦的几万万中国同胞更等不了。对，民意即责任。在这个民不聊生、国将不国的时代，菩萨心肠是救不了中国的。哥，任之哥，杨昌济先生来信了。啊？好事儿啊，大好事儿！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在法国留学的李时珍、吴玉章等正在筹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宜，让我们赶快去北京联系这一事宜，为我们湖南的学子找寻一条出路。来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正在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，这就来了一场及时雨。这下我们新民学会向外发展的计划就可以实现了。从严复、梁启超，一直到孙中山，都在向西方学习。现在，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机会。向西方学习，关键是要找到向西方学习什么。我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无政府主义，不要政府，民众变自由，这才是救国之路。子成，我认为无政府主义不能救中国。苏俄发生了革命，推翻了沙皇，建立了劳工政权，无产者才得以解放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要向苏俄学习，学习他的革命经验。好，那就带着我们争议走出国门，去研究，去比较，看看哪条路更适用于中国。这样，既然啊，我们对走出去这一点没有任何的分歧，那我们呢就抓紧着手留法之事。我建议啊，让和森先赶去北京，尽全力着手留法勤工俭学之事。好，子生啊，由于我母亲并未痊愈，所以呢，我不能远行，还请和森替我向杨先生说一声，有了合适的工作，我一定去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到了北京以后，我一定会把赴法勤工俭学的筹备工作做好。有什么消息啊，我会及时联系你们的。盒子，明天就要去北京了，记住，成才者不仅要读万卷书，更要行万里路。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安心去做你的大事。谢谢妈妈。儿子一直在想，在3年内，一定让新民学会成为中国之重心点。你身上有股子倔劲儿，妈相信你的愿望一定能实现。我去给你收拾行李。谢谢妈。毛妹子，哎，你出来一下。哥，你叫我？毛妹子，哥明天就要去北京了，你把这个消息啊，尽快的告诉景宇。我刚正写着信呢，你就把我叫过来了。对了，这是景瑜姐给你的。景瑜姐刚告诉我，她做了一项重大决定，看样子她很苦闷彷徨，和你一样，在苦苦寻求自身的发展和报国的途径。和森，有件事我必须尽快告诉你。周司令呢，再次亲自登门给你送来了金匾，表彰你的功绩。这是女校的光荣。爸，
真是有劳周司令了。哦，那上面这些是什么？哦，这一些嘛，这些是订婚的聘礼。订婚？爸，您九儿，周司令虽是一名武将，但他是前清的秀才，读过诗书，办事精明。如今他又选中了你，也是我们项家的福分呀。周泽藩为了讨好张金瑶，把我的学生进贡给他的儿子当姨太太，我的学生被逼自杀，要不是发现及时，会酿成大祸的。此事和周司令喜欢你毫无相干。爸，他不是真心支持女校的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我便失去了一生的自由，这是九儿最不想的。更何况，还是给他做姨太太。你就没想过我们的家业和学校的前途啊？爸妈，你们能替我考虑考虑吗？如果你们非要逼我跟他结婚，那新婚之夜，我一刀刺死他！九儿，你怎么这么犟啊？爸，这不是犟，我想做个有人格的人。我开办女校，就是为了要追求自由。我怎么能将追求自由的女校拴在一辆权贵的马车上？如果这件事情让你们为难，那我自己去找他退婚。报告，进来。向校长向宁玉小姐到。哦，快请。哎，向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不必了，周司令，感谢您对女校的支持，但我自己的婚事，我想自己做主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想用笔墨纸砚来报答您对我的厚爱。不是，向校长，这……周司令，告辞了。不是，向校长，向校长。锦瑜真是有个性啊，但是我担心她会遇到麻烦。放心吧，景瑜姐应变能力强，又有主见，她一定会处理好的。哥，女子能去法国勤工俭学吗？怎么，也想去？想去。这样，我和景瑜姐一起去，岂不更好？正合我意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景瑜姐。爸，妈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打算离开溆浦，去长沙。本来我办学是想为了改变家乡的风气和落后的面貌，尽一点点微薄之力。可是事与愿违，我空有一腔热血，却无法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。你一个妹子去长沙，怎么生活呀？这点你们放心吧。我在长沙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，我们团结在一起，寻求个人的发展，追求真理，力量非常强大。我的同学跟我来信说，他们要去法国勤工俭学，我很羡慕他们，所以我决定马上去长沙。九儿，爸从没有逼过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。你不愿意嫁给那个姓周的，我们更不会逼你。我了解你的性格，你认定的事，那是谁也劝阻不了的。我更了解你的志向，你有你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事已至此，先避开那个姓周的也好。你去吧。
谢谢爸妈的理解。孩子是父母身上的一滴血，他滴到这个世界，已经汇入了社会的洪流。他不再属于自己，而是属于这个社会，所以他注定要为这个社会放出一点点光的。九儿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此生做不到这一点，我宁愿粉碎自己。大陆龙蛇起，乾坤一少年。香国骚扰际，风雨送征传。世乱无自治，为学志转间。从师万里外，方有人问冤。哎，麻烦问一下，北大的杨昌济教授住在哪里啊？哦，就在前面那个胡同里。前面是吗？哎，对对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喂，擦皮鞋喽，先生要不要擦皮鞋啊？不，你好，请问一下杨昌济教授住在哪里啊？这家就是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不客气。老师，您来到北京，在这住的还习惯吧？这儿的冬天啊，可比湖南冷多了。我这个人一向是不怕冷的，我把长沙那个大澡盆呐都搬到这儿来了，每天照样洗冷水浴。哎呀，老师，您可真有毅力啊！这是我们湖南人共有的辣劲和犟劲。哎，你们不也是一年四季到湘江里边去游泳吗？对，这一点咱们师生是息息相通的。老师啊，我接到你的来信以后，我恨不得插上翅膀我就飞过来。这次去法国留学是华法教育会发起的。华法教育会呢，是蔡元培先生和李时增在法国的时候创办的。蔡先生非常推崇勤工俭学这一平民留学方式，所以我想呢，这也是你们出国留学看世界一次难得的机会。老师，还是您了解你自己的学生。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啊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个个都是倍感振奋。哦，那你跟我说说同学们的想法。现在啊，有很多的学生已经毕业了，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把解决个人出路与改造社会的理想相结合起来。湖南在唐湘明、张敬尧的统治下，连年军阀混战，教育损失殆尽。大家认为，向外发展一直是新民学会的方针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外发展。今天啊，你来得很及时啊。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近期就要开学了，我建议你呢，先去学校边教书边学习法语，和学习一些个工作技能。另外呢，我还要介绍你去拜访一下蔡元培、李时增、李大钊，还有陈独秀。另外，华法教育会还可以资助那些个贫困学生。你先去联络一下，如何呀？好，太好了。李先生好。蔡和森啊，请坐，来。李先生，不成敬意，这个呢是我们家里面祖传的辣酱。哦，来，先请坐。喝点茶。谢谢。杨教授给我介绍过你们家的情况。这辣酱可是好东西啊，曾经是皇家的贡品，是大豆做的，对吧？没错。说起这大豆啊，
和我李时增可有不解之缘呐。哟，李先生和这大豆还有不解之缘？我是学农的，对大豆颇有研究。当年在法国，我用法文编写的《大豆》一书，曾经轰动一时，引起洋人对中国豆制品的极大兴趣。我干脆和老乡齐立山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。8年前，在比利时的世界博览会上，那些吃惯了牛奶和黄油的洋人大为称赞，他们还送了我一个雅号——豆腐博士。我要是早认识你非得在法兰西开一家辣酱公司不可。李先生，没想到你还这么幽默。我要是去了法国，有机会，我一定开一家这个辣酱店。哦，我支持你。你不知道一块豆腐要救多少人。当年有很多华工去法国，没有签任何协议，到了之后，也只能靠卖苦力维持生计。我的豆腐公司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赚钱机会。勤以做工，俭以求学，这个主张就是这么来的。哦，原来勤工俭学这4个字是这么来的呀。你代表湖南的学生来联系勤工俭学一事，我当尽全力支持。我会同法传公司交涉，凡是持有华法教育会证件的学生，传费减半。还有，你们到了法国之后，我也会同法国各地的工厂商洽，安排你们做工。李先生，太感谢您了。不，现在还不要言谢。我会尽量给你们湖南的学生多争取几个名额。你知道，在去法国之前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首先，预备班要开始办起来。这预备班的生活服务费用，以及你们去法国的路费，都需要你们自己负担。所以这对于你们家庭贫困的学生来说，筹款才是你们目前最艰巨的任务。您放心吧，李先生，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肯定会团结努力的。葛妈妈，和森呀，给我们带来了勤工俭学的好消息。请喝水。谢谢您。华法教育会在北京、保定还有莅县等地开办了留法预备学校，讲授法语，还有勤工俭学的基本技能。凡有意勤工俭学者，不拘学历，不分男女，只要是14岁以上者皆可报名。而且有特殊困难者还可以接受华法教育会的资金补助。我这次是特意向您辞行来的。我们学会呢组织了20多人准备去北京参加留法预备班的学习。那我祝你们马到成功。和森最近在北京呢，拜会了很多在京的乡级名人绅士，这筹款很成功。而且呢，他在信中建议在湖南成立女子护法的组织，以达成使女子共同进步的目的。太好了，我哥真的太伟大了。毛妹子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到法兰西勤工俭学呀？妈妈，如果毛妹子也去勤工俭学了，您会不会舍不得呀？我当然舍不得了。舍不得我也要去。行，你去，让你哥把你装在麻袋里当行李运去。我不但要去我还要动员景瑜姐一起去。景瑜不是在续补吗？我给景瑜姐写信了，她后天到长沙，到时候我要去接她。正儿，我听润之他们说盒子还是个小头目呢。那当然了，盒子现在在他们组织里头
负责北京和长沙的联络工作，叫联络官。这官有多大呀？几品？这应该不是什么官吧？哎，这联络官怎么不是官呀？既然是官，他就应该吃皇粮拿供奉吧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爸，这新民学会啊，不拿供奉。不拿供奉当什么联络官啊？当官不发饷，请我都不来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爸，这新民学会啊，是他们几个同学志同道合自己成立的学会，好像叫学术什么。哎，行，你还是先休着吧啊。糖油宝宝，买糖油宝宝啦！哎，小伙子，你叫糖油宝宝不？好吃嘞，过来试下味了，好甜的嘞。锦衣姐，哎，彩畅，哎呦，可把你盼来了。是呀，你哥呢？见面就问我哥，他去北京了，润之兄他们也去了，说是在那边办了一个留法预备班。留法预备班？嗯，走，边走边说。哎，走。锦衣姐，你这一路辛苦了，这是妈特意为你煮的荷包蛋，赶紧趁热吃。谢谢。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住在我们这儿，委屈你了。蔡伯母，您别这么说，我是喜欢这个家。我最喜欢吃荷包蛋了。小的时候，我妈妈会亲手做给我吃。怎么了？我想我亲妈妈了。您真像她，我还没说，你就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我亲妈很多年前就病故了，这么多年，还没有人像您这样贴心的对我。锦瑜啊，有句话，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您是长辈，您想问什么都可以。家里给你定过亲了吗？没有，没定过。倒是有人来提过亲，我父母也同意了，但我当面拒绝了。啊，这事儿我给蔡畅写信提过。那你跟毛妹子一样，都是逃婚出来的。您是蔡畅的主心骨，我想，要是我亲妈在的话，她也一定会支持我的。我反对封建包办婚姻，再说现在事业没成功，我也不想考虑婚事。我立志以身许国，终身不婚。你这话说的跟盒子一样，你们俩可真像。何森，我正要告他状呢。他怎么了？他去北京，他自己不给我写信，还让蔡畅代笔。锦瑜姐，你误会了。毛妹子，你说的对，等他回来，我们两个一起教训他。怎么起这么早？毛妹子，我到北京去了，找你哥，请转告蔡妈妈，等我回来，告诉你好消息。
又吃窝头，我这都肚子饿得咕咕叫了，也不想吃这个。别太挑剔了，蔡老师和润之先生多方奔走，才筹备到了预备班的费用。等到了法国啊，想吃都吃不着了。谁爱吃？哎，这位同学，你也是来参加赴法预备班的吧？来，吃个窝头。来吧。谢谢，正好饿着呢。哦，对了，你是刚来的吗？我是从湖南来的，专程来找你们蔡和森老师讨教赴法勤工俭学之事。哦，蔡先生，他在里边上课呢。蔡老师，蔡老师，蔡老师，哎，锦瑜，锦瑜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怎么不欢迎啊？欢迎欢迎，当然欢迎了。你也可以提前体验一下我们预备班的生活。等一会儿吃饱了，我好好给你汇报汇报。嗯。我在北京联系勤工俭学的时候啊，特地拜访了蔡元培、李大钊还有陈独秀等前辈。我特别欣赏李大钊和陈独秀关于十月革命的理论文章，写得特别好。马上要去法国留学了，我相信你这次去西方取经，一定能找到改造中国的好办法。谢谢你的鼓励。谢我的鼓励干什么？要感谢你妈妈的支持。我妈的信。周姥姥叶孜孜，勤工俭学，吃苦亦救苦，情真真意切切，扶危济困，助人即做人。真羡慕你有一位这样的好母亲，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，都在体现着她母爱的伟大。是啊，看到母亲给我来信，就犹如见到她本人一样。锦瑜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客气什么？我最近常在思考，到底如何才能找到救国的真理。我在徐浦办学，也是希望能通过教育，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，培养更多的救国人才。很多的文人志士也主张从教育入手，来改造人，拯救国家。我和润之呢，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想法。可是，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教育不良，企图通过教育来改造人，来改造社会，在中国是一条不可能实现的救国之路。哎，就拿你来说吧，你在你们老家徐浦要办新式学堂，你是想让更多的人接受到教育，对不对？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现在还有很多的家庭里的孩子他上不起学。再说了，你因为什么原因中断了办学？是因为你的命不好吗？不是，是恶势力在左右着我及大多数人的命运。你说对了，当今的中国不仅是改造社会制度的问题，在咱们老家，受剥削的依然受剥削，贫困的他依然是贫困，这就是中国可悲的一个缩影。所以，我认为中国必须要爆发一场彻底的革命。看来李大钊、陈独秀关于十月革命的理论文章，让你受益匪浅呀。对，我跟两位先生交谈以后，我更加坚定了我的认知：工农是潜在的伟大力量，我们要团结工农，与黑暗势力直接斗争，这样才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。对，要唤起工农。对了，景云来正好，明天蔡元培先生在北京有一个演讲，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？好呀。自由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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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们，我所说的劳工，不光是金工、木工、泥瓦工，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促成对他人有益的事业，
不管是用脑力还是体力，都是劳工。所以，农是种植的工，商是转运的工，著书家、发明家、学校的职员是教育的工，全都是劳工。我们呐，不要去羡慕那些承继巨额遗产的纨绔儿，不要去羡慕那些卖国求荣的官吏，不要去羡慕那些克扣军饷的军官，更不要羡慕那些操纵票价的不法商人。同学们，今后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，一定要认清劳工的价值。劳工神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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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劳工神圣。这次去北京收获非常大，李时增很赏识萧子升，子升当上了华法教育会的秘书，他准备先去法国。听说给我们争取到了10个名额啊！是啊。太好了！虽然争取到了名额，但是责任也很大。我们要做好发动工作。我想就先从我们的校友开始动员。静瑜姐，我哥写信回来也是这么说的。这回你俩又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妈，这叫心有灵犀，点透。赵议长。赵议长，外面有2名新民学会的女子想要见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他们说打算发动我省女子赴法勤工俭学，请求政府给予部分补贴，解决旅费。他们说打算去各地呼吁，给予支持。这是他们写的报告。又是钱，啊！你跟他们说，我不在，啊，去。是。来了。对不起，赵议长今天不在。哎，那我们下次再来。好的。他们分明就是不想见我们，太无理了。妈，回来啦。蔡妈妈，今天情绪不高啊。别提了，我们去找管教育的议长，他明明在办公室，却不愿意见我们，气死！我给你俩出个主意吧，你们呀，把自己的想法登在报纸上，没准知道的人多了，支持的人就多。对呀，这样影响力就更大了。还是蔡妈妈有办法。卖报最新版的大公报，卖报最新版的大公报。来，先生来一份吧。多少钱啊？你这个5分钱。5分啊？进来。议长，那2名新民学会的女子又来了。议长大人，你们去。尊敬的议长大人，您看过报纸了，我想您已经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来了。议长大人，我们不需要您出钱，只需要您批个字据，我们拿着您的尚方宝剑去找各县再做工作，由他们给我们发放赴法留学的补助津贴，如何？是的，您不需要掏自己腰包，真正出钱的是各县的县长，您只需要签个字，我们就可以在报纸上大写文章。议长大人对湖南女界的支持。是啊，议长大人，您这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做了一件立功德的大善事，可名垂青史呢。你俩说完了没有啊？要不要我说话呀？对不起，您请讲。我是服了你们2个妹子了，你们真会做工作，写几个字就能名垂青史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谢谢议长。
是要给我们惊喜啊！哎，锦瑜，马妹子回来了，哎，我爸呢？跟你哥进城了。哦，快进屋。哎，我来。哎，箱子沉，没事儿。